思乡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自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细干窗，望明月，心有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长，烟一笔，谁最狂妄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。燕丹，下次见面，我们还是对手。燕丹，燕丹是谁？怎么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啊？那你是月儿的父亲？是的，月儿被坏人抓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来？抱歉，我来晚了。月儿一直以为自己是孤儿，就像我一样。虽然她那么聪明勇敢，虽然她老是安慰我，但是她心里确实很需要保护。只是她从来不说，因为她认为说出来也没有用。你为什么不让她知道你其实根本就没有死？和我这个父亲在一起是很危险的事情，我只想让他可以平安的。那你知不知道月儿她有多想你？她都不想说到你，也不愿想起你，但是每次她一个人偷偷流眼泪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她一定又是在想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了。可我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看着她那么伤心。她和我不一样，她只是个女孩子。天明，我知道你一直在保护着她，我很感激。但是她已经被坏人抓走了呀，她的蓉姐姐也倒下了，大叔又受了重伤，要怎么办呢？你为什么不早点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不太对头，巨子，你怎么了？橘子老大，你别这样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天明，你扶着我，坐下。不好！巨子，橘子老大，橘子老大，橘子老大，我不说你了，你醒醒啊！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不行，就是不行！让我们进去！让我们进去！让我们进去！我们要进去！这里出了什么事？
雪女统领，大家在闹什么？大家都很关心几位统领和巨子的情况。老孟，你有话就问吧。雪女统领，你们几位都好吗？大家放心，巨子他与魏庄交战时，巨子受了点伤，道家的逍遥子前辈正在为他诊疗。道家逍遥子。那我们的荣姑娘呢？平时都是她为墨家上下兄弟治病疗伤的。荣姐姐她怎么样？荣姐姐身受重伤，生死不明。不能啊！荣姑娘，逍遥子前辈为她把脉后，给她服用了道家的独门丹药，可以暂保一线生机。端木统领救过我的命，他不能死啊！希望上苍保佑荣姑娘，她这么善良。这次墨家遭受100年最大的一次浩劫，大家也都受了很多的折磨。但是现在巨子已经把敌人赶出墨家，守住了机关城。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赶紧从痛苦中清醒过来，因为嬴政是绝对不会就此罢手的。敌人很快还会再次进攻，大家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越是在这种特殊时刻，大家越是要各司其职。没有受伤的照顾受伤的兄弟，其余的人回到自己的岗位上，等待巨子最新的命令。是。请再换左手。巨子中毒了，肯定又是那个用蛇的坏女人使的坏。巨子与赤练完全没有交手，怎么也会中他的毒呢？这好像不是赤练的毒。不是毒，那是什么？巨子所中的应该是咒印。咒印。的确是阴阳家的咒印禁术。阴阳咒印，那不是和……和什么呀？你怎么不说下去？没什么，不说也罢。阴阳家与墨家素不相干，巨子怎么会中他们的什么禁术？看来我还是大意了。事情非同小可，你这次中的是六魂孔咒。是这样。六魂孔咒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逍遥先生，这不会搞错吧？六魂孔咒在阴阳家禁术内属于阴脉八咒的一种。这种咒本身有强烈刺激，同时伴随加强咒印威力的触媒，如果直接释放，还是很容易辨别与防范的。而且
必须直接接触，并保持一段时间才会释放成功。以巨子的武功，即使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近在咫尺受到突袭，也很难伤到巨子。但是，这一次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刺杀，而是施咒。大司命正是利用巨子对机关城与墨家弟子的关心，才不知不觉地越过了防线。哎呦！咒印潜伏在体内，不会立刻生效，只有当体内真气运转的时候，才会产生伤害。所以，巨子和魏庄交手的时候，咒印就发作了。阴脉八咒过于阴毒邪恶。早在100年前，阴阳家已经禁止门下弟子修炼。想不到100年之后，又重现人间。逍遥先生，那巨子的伤到底该如何医治？什么？逍遥先生，我听过关于这些被禁止的阴阳术的厉害。一旦中了6魂咒印，世上没有救治的方法。什么？没有救治的方法。巨子老大，那不就是说你？很奇怪，此时此刻，我心里没有悲伤，反而感到一种快乐。我们的命都是巨子救回来的，但是当巨子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我们却什么也做不了。这么多年，能够与各位一起携手与共，在这片天地间闯荡，是我的荣幸。巨子，我们都是曾经死过一次的人，能够在这里相聚，这里就是属于我们的乐土。可惜在这个天底下，还有很多人都无法享受这样的快乐。巨子，我们的梦是由历代墨家子弟一辈一辈传下来的，是，也将由
我们……你休息一会儿吧。我要把话说完，才可以休息。这个梦想，也将由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。是。安大使。是。墨家有重要的事情商议，烦劳诸位回避一下。小子，又在担心你大叔了。逍遥前辈已经帮你大叔看过了，他之前旧伤刚恢复没多久，身体极度虚弱，与魏庄这样的敌人激烈交战，又添了新伤。魏庄才不是大叔的对手呢，100个魏庄也打不过大叔。没错，魏庄使用了卑鄙的手段，让他的手下暗算大叔。大叔是最厉害的，大叔是最厉害的，大叔是最厉害的，大叔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。天明，别难过了，你大叔会好起来的。为什么要放走魏庄这个大坏蛋？虽然我也不太理解，但是我相信巨子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。什么原因啊？我不懂，我不明白。范前辈，晚辈儒家张良。我早就听说过子房是儒家后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。前辈过赞了，不敢当。这次的事情你怎么看？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。哦，为何阴阳家对墨家突然发难，但是又没有大动干戈、半路截击，然而投入的兵力却很少？现在我有点明白他们的真实意图了。原来如此。儒与墨一向泾渭分明，怎么这次你们也会参与墨家的计划？当一件事情变成天下大事之时，凡天下人都无法置身事外，不管他是否愿意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儒家一直强调天地君亲师的伦理尊卑，参与对抗嬴政，对你们来讲，似乎有点不合礼数吧？明主之道，在身子之劝独断也。本门尊长孟子也曾说过：“民为贵，君为轻。”只有能够理解民为贵的君，才是我们天下的王。你跟我以前所了解的儒家弟子似乎有点不太一样嘛。子房不过是众多儒家弟子之一。你的2位师兄和你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吗？哎，你们出来了，出来了！看来墨家要有重大变故了。统领们看起来都很严肃，似乎是重要的事情。是啊，连道直统领的脸上也完全没有笑容。难道是巨子他？你说什么呢？不要乱猜，巨子不会有事的。看来是找你的。是找我吗？评理。
么？别吓我！这什么剧啊？但是这件事情充满了挑战与困难，甚至还很危险。你愿不愿意去做？陛下，前方有最新战报送到。太阳放弃在西来，我游进一片神秘海。哦海，淹没了大地，时间停止运转。红色月亮烧起来，我沉睡一片神秘海。哦。